刚成亲1年，我的夫君就将林曼柔带到我跟前，说要纳她为妾，我自是不允。林曼柔却仗着夫君的宠爱和我斗了起来，整个侯府从此变得乌烟瘴气。最终，我失去了我的孩子和生育能力，林曼柔失去了她的性命。可后来我才知晓，夫君爱的一直是她的白月光。我被关在庄子里孤苦了30年，带着不甘死去。这是哪儿？这是林曼柔，我居然回来了！既然上天让我回来，那你且看好吧，赵世瞻。阿武，曼玲的身子已经给了我，我不想负她，亦不想欺瞒你，所以来同你商量，可否抬曼柔做妾尾？以后你在后院也可有个伴。前世我和林曼柔的矛盾就是这时开始的。赵世瞻，你我才成亲1年，你就要纳妾，你要外人怎么看待我这个主母？把她赶出府去！谢武，你疯了！曼柔是孤女，她爹当年是用命救了我爹，你现在要将她赶走，是想让天下人都指责我安南侯府忘恩负义吗？阿武，你是国公府嫡女，怎可苛责侯府恩人的后代？林家对侯府有天大的恩情，不过抬为妾室，外人只会夸主母贤德，你何故如此？夫人，好啊，其实我正有此意。曼柔年纪不小了，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的养在侯府，旁人说起来也不好听。曼柔父亲毕竟是我们侯府的恩人，若是草草收房，倒显得我们刻薄了。便是做妾，亦不能少了礼数。锦心，去通知账房支取银票，咱们侯府要风风光光的为曼柔办一场小喜事。夫人，您真的不生气？我既已和夫君成亲，夫妻本是一体。夫君既然想要纳你为妾，我身为妻子，自然以夫君为先。夫君既要给你体面，我若在此时气恼，那岂不是在打夫君的脸，让这府里的下人们看笑话？我身为国公府教导出来的嫡女，这点容忍之量还是有的。世瞻，今日之事可一不可二。频繁纳妾，一则会让外人以为你沉迷女色，若是被言官参一本，圣上会减少对你的器重；二则，我娘家国公府也是要脸面的，若是旁人说我谢家女进门1年，夫君就3妻4妾接连不倦，到时候我哥哥弟弟们闹起来，我亦不好向父亲交代，你说是吗？这不对啊，他怎么就同意了？阿武，你能这样想，自然是最好的。赵世安，前世我被愤怒冲昏了头，竟看不出你这是在给我下套。如今我顺了你的意，你反而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了吧？阿武，你是真的愿意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走吧，我们现在就去婆母面前禀明此事，把名分定下来。母亲，我想纳曼柔为妾，求您成全。胡闹！哪有刚成亲1年就纳妾的？世斋，阿武是你的妻子，做事之前你要先考虑一下阿武的感受。母亲，我同意的。既然阿武都这么说了，那便依了你们吧。谢母亲成全。母亲，您瞧，初7就是吉日，就在5天后，咱们就在那天把纳妾礼办了，您看如何？你看着办吧。看来夫君是真的很喜欢曼柔，瞧瞧，都高兴得不知所措了。我想起户部还有些公务要处理。母亲，儿子先行告退，去书房处置公文。处置公文，怕是急着去跟你那位新天商讨接下来的对策吧。林姨娘，你如今也过了明路了，既然进了赵家的门，就该知道心疼夫君。书房寒冷，研墨加炭这种贴身伺候的差事，以后可交给你了。曼柔谢过夫人提拔，这便去书房伺候。
孩子，今日委屈你了。前世我被送往城外的庄子上，家族看我失势，没一人替我撑腰。庄子上的人被收买，害得我受尽苦楚。可是我做错了什么呢？我只是嫁给了一个不爱我的人。别哭，别哭，我的孩儿。母亲，我既然嫁给了他，我便是他的妻。今日我若不允，他心里便总存着这份记挂，日日夜夜牵念着我早晚得允了他。与其等到那时候我的夫妻情分都折腾淡了，倒不如我今日成全了他，好歹他也还能念我一声好。好孩子，真是苦了你了。世斋这孩子年轻，心里没个轻重，不知道疼人，可母亲心里有数，母亲疼你。换管事进来。是。去，把库房钥匙、府上的账本都取来。是。从今日起，这安南侯府的掌家大权便交到你手上了。这几间首饰铺子的契书你也收着，算是我给你的私产。婆母替他那薄情的儿子给的补偿还真是大方，谢过母亲。阿武，你放心，我会亲自去敲打世斋，让他念你的好。夫人，表小姐来了。许香瑶，我夫君赵世斋真正疼到心尖上的女子，她是婆母表妹的女儿，寄人篱下的表小姐，明知身份悬殊，许不得，便与赵世哀筹谋，拿我当挡箭牌，拿林曼柔当马前卒。上一世已经被她装出来的柔弱耍弄了一辈子。嫂嫂，听说你允了表哥纳妾？是啊。这怎么行？嫂嫂莫怪，我是为你不平。我倒要看看这一次你打算怎么编。嫂嫂，你是国公府教养出来的高门贵女，但林曼柔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没名没分的孤女，也配与嫂嫂你共侍一夫？表哥也真是的，明明有了嫂嫂这样好的正妻，还不知珍惜。真是的，什么香的臭的都往房里扒拉，半点不顾及嫂嫂的脸面。就是这些话，上一世我被他这些看似贴心的话激得火冒三丈，跟林曼柔斗得你死我活，许香瑶，最后让他渔翁得利。香瑶，你到底还未出阁，尚不懂女子嫁人后作为一家主母的难处。曼柔家世虽然远不如我，可她爹当年是为了救老侯爷才丢了性命，这份恩情侯府不能不还。况且她性格直爽，世斋会喜欢上她也是人之常情。况且世斋已经答应了我，有了曼柔之后，这房里以后再不添别的女子了。你说我若为了一个林曼柔跟世斋闹得家宅不停，最后寒了他的心，对他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？锦心，把那大红的绸布和纳妾礼的单子拿给表小姐瞧瞧。香瑶，你来的正好，帮嫂嫂参详参详，这5天后的纳妾礼该怎么布置才最是风光？你看这对龙凤红烛，要选最粗的那种，点上3天3夜都不能灭。还有这对金如意，要选成色最好的。还有这对玉镯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可这都是为了世斋好。嫂嫂，我忽然想起姨母那边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夫人，姑爷他也太欺负人了，刚成亲1年就纳妾，这不明摆着打国公府的脸吗？奴婢瞧着，表小姐说的半点没错，咱们不能就这么忍着，回国公府吧，去向老爷和夫人告状，让他们替您做主。告了状，然后呢？自然是让老爷把姑爷叫过去狠狠申斥一番，再让姑爷亲自带礼上门给您赔罪，向您道歉，让他往后不敢再轻慢了您。道歉？
锦心，不过是一句虚伪的道歉，不能吃不能穿，我要来做什么？我已经嫁到了安南侯府，成了当家主母。赵世斋就算纳100个妾，我爹娘也不可能让我和离回去，继续做国公府的姑娘。可老爷夫人最疼您了。他们是爱我这个女儿，但他们更爱国公府的颜面，更爱祖辈传下来的名声。若有一天我声名狼藉，损伤到了国公府的清誉，我敢断言，爹娘会毫不留情地舍弃我。家族清誉重于一切。夫人，那您该怎么办？放心，只要我不行错踏错，国公府永远是我的后盾。安南侯府早晚会是我的家。按照前世的时间推算，我那无缘谋面的孩儿，此刻应该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了。曼柔，你瞧这恒兰院可还顺眼？这儿离世斋的书房最近，抬脚便能过去。侯爷的书房自然是该离我近些。这假山不错，瞧着够气派。你喜欢便好，光有这些死物哪够？你瞧你这身衣裳，到底是旧了些。明日我亲自带你去珍宝阁和锦绣缎庄，选些最时兴的赤金首饰，再请受经最好的裁缝给你量体裁衣，定要让你进门那天惊艳全城。真的？那些铺子寻常人可进不去。你是侯府的恩人，如今又要成了一家人，我不疼你疼谁？夫人，老奴本不该多嘴，可那位林姑娘实在是太不像话了。奴才方才不过是劝她那太湖时辰，办公时请她避一避，还说连夫人您都要避她3分，说完便给了奴才一个耳光。夫人，府里的管事们哪个没被他编排过？他仗着侯爷宠爱，连库房领东西都要加塞，谁要是不从，他便在恒兰院闹得满府皆知。我这哪里是在给一个妾室脸面，我是在给我的夫君脸面啊！谁叫他现在是夫君心尖上的人呢？若我为了这点小事去责难他，岂不是让侯爷在中间难做？夫人，您真是太贤良了，为了侯爷就受这等窝囊气。去账房支点银子，给受委屈的弟兄们买些药，让他们都忍让些吧。唉，瞧见了吗？林姑娘刚才那排场，手里拿的可是内造的绸缎。唉，如今这府里谁不知道林姑娘那是侯爷心尖上的人，就连咱们主母这2日都避着她的锋芒，半句重话都没说过。曼柔，过来。这是我成亲那日宫里御赐的昆灵丸，一共就2颗。今日是你正式成为世交妾室的日子，这粒药丸我赏给你了。昆灵丸千金难求，最是调理女子身孕，希望你往后能努力为侯府开枝散叶。侯爷平日里最是爱重我，夜里恨不得长在我屋里。有了夫人这灵药，我一定能很快给侯府添丁的。太张狂了，不过是个妾室，竟然在夫人面前口口声声你啊我啊的，连个规矩都没有。夫人，您何苦这样抬举她？连那么珍贵的昆灵丸都给了她这种人。左右是我现在用不上的东西，给就给了，有什么好心疼的？锦心，你要记住，这养条狗啊，总归也是要喂几块肉骨头的。上一世，林曼柔虽然不是死在我手里，可我腹中的胎儿是在她和我推响的时候摔没了的。如今我利用起她来，倒是心安理得。夫人吩咐了，把今晚席面上的酒水全部换成这桃花醉。这酒闻着缠绵，后劲肯定大。赵郎，喝了这杯吗？我太了解林曼柔了，今晚只要赵世尧走不出这恒兰院，他定会抓紧机会让那颗昆灵丸发挥凶处。曼柔给夫人敬茶。夫人，恒兰院那边天快亮的时候叫了3次热水。
走吧，随我去给婆母请安。我来了，坐吧。林姨娘，这儿有你做的份吗？你不过是个侍妾，顶多算半个主子。正经规矩，你应该站在主母身边端茶递水伺候着。哼，林姨娘，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。许香瑶，你这哪是为我出头，分明是昨夜自己等不到人，在这抓着林曼柔出气。母亲，林姨娘昨夜辛劳，我身边又不缺人伺候，就让她坐着吧。回头世斋下朝回来，该心疼了。阿武，你这孩子过于心善。你给我等着！夫人不好了，林姨娘和表小姐在花园里吵起来了。林姨娘把表小姐送去的花全给剪了，表小姐正哭着要去老夫人那儿告状呢。锦心，去库房里取那匹新进的苏绣料子，带几个伶俐的人去红兰院劝劝。夫人该怎么说？就说夫人知道姨娘受了委屈，表小姐到底是云英未嫁，又是侯爷的亲表妹，难免心高气傲了些，叫林姨娘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暂且不与她计较。香瑶，这是怎么了？哭得这般委屈。嫂嫂，那林曼柔简直无法无天。我好心去送花，她竟然指桑骂槐，说我这没出阁的姑娘，整日盯着旁人的院子瞧。好妹妹，嫂嫂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林姨娘到底是世轩心尖上的人，性格直爽些也是有的。你若这样闹到母亲面前，回头世轩要是知道了，该心疼坏了，定要怪罪你。哼，算他识相，知道侯爷最疼我，不敢得罪我。哟，林姨娘这是刚从哪儿回来啊？一身的香气，怕是把整个侯府的香料都用光了吧？总比某些人好，整日里酸溜溜的，像个没人要的老姑娘。闹吧，你们闹得越凶，我的孩子越安全。姓霍，你看我成的牛里的！哎，够了！户部公事繁重，你们就不能让我清静片刻？他俩撕起来，赵世山一个头两个大。正好年底了，他便总借口差事忙，窝在户部不肯回家。年底各房的支领我已重新核定，林姨娘那边的排场照旧，但该入账的一分都不能差。刘管事，这绸缎庄的利，你以为我不查就没数了吗？夫人饶命！起来，念在你伺候多年的份上，账和情了，我可以不告诉侯爷。夫人，如今大小小的管事都被您恩威并施的敲打了一遍，要不要趁着年底把那几个要紧位置换成咱们国公府的人？不急，月底了，若此时大动干戈，难免落人口实。好戏才开场，现在换人还不到时机。阿武，你看给国公府准备的这一份，是不是还要再添2株血珊瑚？阿武，这梅子酸的倒牙，你竟吃得干干净净。倒是不觉得酸，只是近日有些贪嘴。快，去请府医来。恭喜老夫人，恭喜夫人，夫人已有喜3月余，脉象稳健，母子平安。好，好阿武，好孩子，你这傻丫头，有了3个月的身孕，竟然都没发现。快派人去户部，把侯爷请回来，就说他要当爹了。等下，先别急着请侯爷，正好大夫在这儿，林姨娘这些日子身子也不痛快，不如让大夫顺道也为曼如请个脉。也行，那就给他也请一个。贺喜老夫人，林姨娘也有喜了，已月余有余。我就知道，侯爷若是知道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开心呢。赏，锦心，给大夫取一份厚厚的赏银。双喜临门，这可是双喜临门！快
去户部给侯爷报喜。许香瑶，前世你竟看着我怀孕时也这般痛苦吗？别急，这只是开始。瞧瞧，这都是要当爹的人了，竟还这般毛躁，也不怕在孩子们面前丢了脸面，没个稳重样。当真，阿武、曼柔，你们当真都有了？上一世，他得知我有喜时，也曾有过片刻的真心，可那点真心转瞬即逝。花朝节那天，林曼柔故意与我争执推搡，他就那样眼睁睁看着我摔倒，失去了那个孩子。恭喜林夫人，贺喜林夫人。不过这一世，林曼柔也有了身孕，最碍眼的恐怕是她自己的肚子。她和许西瑶既然爱撕，便由着他们撕去，我只需护好我的骨肉。阿武，你是正妻，这次立了大功，你心里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提，我都让世贤去给你寻来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多谢母亲疼爱，阿沃倒没什么想要的，只是最近不知怎的，总觉得精力不济，格外容易疲惫。母亲，这年底了，府里事情杂乱，掌家全在我手里，我怕是没精力管得周全了。也是，有了身子的人最忌劳神。不如这样，将对牌暂时交给香瑶表妹吧。香瑶心细，让她替我管上一阵子，我也好安心养胎。看我竟糊涂了，还是阿沃想得周到。你刚有孕，确实该歇着。香瑶，那对牌你就先拿着，等过完年府里清闲了，再还给嫂嫂。凭什么给表小姐？表小姐不过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哪有给侯爷管家的道理？传出去也不怕人笑话。夫人若是累了，妾身瞧着自己精神劲儿好得很，不如……不让表小姐代管，难道让你来管吗？林姨娘，你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现在也有了身孕，平时在后院打打闹闹也就罢了，但要是谁敢损害到世渊的子嗣，你们自己掂量着点儿。姨母和嫂嫂放心，香瑶定会替表哥管好这个家的。我年纪小，若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嫂嫂和姨母多教教我便是。许西瑶，你大约觉得这是你反败为胜的最后机会了吧？夫人，表小姐当真是雷厉风行，趁着年底人手紧茂，说咱们院子洒扫的人不够，硬是塞进来一个叫秋月。秋月，锦心，盯紧那个秋月，只要他在院子里，绝不许他踏进内室半步。还有，从今日起，这院里大大小小的人，谁也不能碰我的吃食，尤其是这安胎药，入口的东西必须由你亲自盯着，懂吗？奴婢明白，哪怕是一碗水，奴婢也绝不经旁人的手。阿沃，今日我再给咱们的孩子念几遍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许香瑶和林曼柔整日掐个没完，她这是被闹得怕了，跑我这儿躲清静来了。她既然想念，我便让她念。左右口干舌燥的人不是我。表哥、嫂嫂，这是我特意给嫂嫂寻来的燕窝，最是滋补。嫂嫂，瞧表哥对你多上心，亲自来陪你。夫君也是心疼孩子。夫人，表小姐送来的这些东西，收好吧，放在八宝家最里面。记住，一口也别动。奴婢省得。阿武，宫里规矩多，你这几日害喜耗得厉害，身子骨重，母亲不让你去受罪是对的，我这就进宫去了。夫君慢走，万事小心。姑娘，奴婢方才留了个心眼儿，看到厨房的周大娘避开人，悄悄去寻咱们院子的秋月说话了。
周大娘，那是许香瑶的奶娘。厨房那个周大娘原是许香瑶的奶娘，许香瑶一拿到对牌，就把她塞进了厨房。许西瑶这是要动手了。锦溪，今晚家宴，你绝不要离开老夫人的视线。姑娘，您这几日害喜害得这般厉害，身子虚得连路都走不稳，奴婢若不在身边守着，您哪能撑得住呀？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你，你不能离开老夫人的视线。奴婢听姑娘的，奴婢一定寸步不离的守在老夫人眼皮子底下。锦心姐姐，竹明院那边出急事了，您快随我回去定夺。竹明院能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今日除夕，左右不过是那起子婆子打牌吃酒闹了口角。今日主母害喜这般严重，我身为贴身的人，怎能放心让她离开我的视线？你们有什么事情，都等明天再来同我说。阿武，你这个丫鬟不错，是个分得清轻重的。母亲夸的是。锦心，听到了吗？做事要分轻重。今晚你唯一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我，一步也不许乱跑。是，奴婢遵命。怎么，还站在这儿做什么？今日我这心里总觉得欢喜，便在母亲这儿赖着了。你这孩子，平日里最是守礼，今日倒像个粘人的小猫。大约是我儿想陪他祖母守岁，等着祖母的压岁红包呢，所以这会儿怎么也不肯让我回竹明院去。好，好，好，祖母的红包早备下了。快，去把那软榻搬来，再多添2个暖炉。阿我若是坐累了，就在这儿小躺一会儿。今晚咱们娘俩一起守岁。子时快到了，香瑶，你去盯着，指挥管事去门口把鞭炮准备好。是，香瑶这就去。救命啊！老夫人，救命！见红了，见红了！哪来的疯丫头？除夕夜里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姨娘半个时辰前就说肚子不舒服，一直在如厕，跑了2、3次茅房，原本还以为是吃忌食了，谁知刚才发现那裙子上全是血啊！那还等什么？快请大夫，我也去红兰院瞧瞧。你给我站住！李嬷嬷、锦心，你们现在就送夫人回竹明院休息，路上一刻也不许耽搁，万万不能让她受累。你还怀着身孕，这种安杂场见去不得。林姨娘不过是个妾，她见红就见红了，那是她的命，你的肚子可不能出半点差池。恒兰院那边，我让香瑶去盯着便是。好，都听母亲的。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夫人，你快醒醒！林姨娘小产了。那个姓林的小蹄子真不是东西，孩子没了，他反手就咬人，一口咬定说是吃了咱们院子送去的芙蓉酥才闹肚子的。他倒是会攀咬。侯爷一早回来知晓此事，简直是勃然大怒，带着人那架势，分明是要冲到咱们院里质问您呢。幸好奴婢记着夫人的叮嘱，奴婢当着侯爷的面再三分辨，说昨晚奴婢一直守在老夫人的眼皮子底下，那是半步都没离开过慈安院。老夫人也当场做了证，说奴婢一直在您身边伺候。侯爷见咱们院子滴水不漏，这才火冒三丈的把那个送芙蓉酥的秋月给带走审讯去了。许香瑶借秋月的手下药，又想借林曼如的嘴栽赃，这一箭双雕的算盘倒是打得响，听着倒是挺热闹。我做过一个梦，林曼柔推搡我，害我没了孩子，断了指望，现在轮到她自己尝尝这滋味了。锦心，你说她现在的钻心之痛，是不是和我梦境里一模一样？夫人，既然秋月被带走了，您说秋月受不住刑，会不会把表小姐给供出来？要是侯爷知道了表小姐这般蛇蝎心肠，是不是就能把她赶出侯府去？锦心，你真天真。赵世斋急吼吼地把秋月带走，你以为他是为了查真凶？他是怕秋月骨头软，
在老夫人面前供出许香瑶，他那是心疼许香瑶呢。哪怕许香瑶亲手杀了他还没出世的孩子，他赵世斋也要赶在真相大白前，替他的新麻子把后患处理干净。侯爷他竟能为表小姐做到这一步，连亲生骨肉都不顾了。夫人，奴婢还有一事想不通。表小姐既然已经拿到了对牌，何苦急在这一时？她为什么定要指使秋月冒这么大的风险送芙蓉图去红兰院？因为他贪婪。许香瑶这个人心思极重，他走一步棋，恨不得一口气吃掉2特3颗子。他恨林曼柔的肚子恨得牙痒痒，早就想除之而后快。可林曼柔自从有了身孕，防他就像防贼一样，叫他根本寻不到机会。昨晚可是除夕，府里上下为了过年忙得脚不沾地，下人们最是松懈，连林曼柔自己也会觉得大过年的，没人敢出眉头。许香瑶就是算准了这个机会，她不光要林曼柔的肚子，还想趁乱把这盆脏水扣在咱们竹明院头上。她那对牌还没拿稳，就想着彻底把我这个正肚主母也拉下马，好让她这辈子都攥着管家权不放。许西瑶这次下死手，可不仅仅是冲着林曼柔的肚子去的。她手里攥着的对牌和管家权，是好不容易才从我这儿分走的。她不想还，也不能还，所以林曼柔小产的这盆脏水，必须泼到我这个主府头上。只要我这个正房夫人犯了错，这长家的大权，她就能顺理成章地继续把持下去。怪不得昨晚家宴，林姨娘推说身子重不肯来，您就特意请了老夫人身边的李嬷嬷，将宴上的吃食各分了一份送过去。那些家宴吃食经了李嬷嬷的手，那是老夫人的人，许香瑶不敢动，所以她只能从厨房临时添的那道芙蓉酥上下手。她派小丫鬟来诓你，谎称竹明院出了事，就是算准了，只要你这心腹不在我身边，再由秋月把东西送过去，这谋害子嗣的罪名，我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整个侯府谁不知道奴婢是夫人的贴身丫鬟？只要奴婢被攀扯进去，夫人也就完了。可是奴婢昨日明明没跟那丫鬟走，她理回收手才是，为何还要硬着头皮让秋月去送那芙蓉酥？因为她太贪心了。除夕之夜，下人散漫，这是除掉林曼如肚子最好的机会。她害怕过了昨晚，就再也寻不到这样千载难逢的时机了。所以她就算冒着风险，也要咬牙动用秋月这颗暗棋。表小姐这心思，当真是算到了骨子里。夫人，如今侯爷明摆着要护她招权，连审讯都亲自盯着，咱们是不是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？快，伺候我更衣。我们现在去慈安院。儿子已经查清楚了，秋月为了自证清白，在审讯室里撞柱身亡了。他死前咬定那碟芙蓉酥绝无问题，儿子让大夫反复验过，确实只是普通的糕点。曼柔这次流产，大约是除夕夜吃的杂了，即使反复如厕，这才伤了根本。况且她肚子才不到2个月，胎相本就不稳。真的？儿子亲自查出来的结果，自然是真的。你先去处理公务吧。撞柱身亡，赵世斋，为了把许西瑶摘干净，你竟连杀人灭口这种戏码都演得如此周全。母亲，明天就是正月初2了，按着大昭国的习俗，出嫁的女儿该回娘家了，我也该回公府府看看了。阿武，按理说是该回的，可你现在怀着身孕，这才3个月，正是最要紧的时候，实在不宜车马折腾。唉，不如让世斋备一份比往年更厚重的礼送过去，我再亲自写封信给亲家母说明缘由。今年你就留在府里养着吧。母亲，正因为我有身孕，我才更应该回娘家。母亲，林姨娘的孩子昨晚就那么没了，我的孩子必须保住。在这安南侯府里，有些人的手我躲不过，可到了国公府，便再没人的手能伸得进去了。阿武，林姨娘自己没本事保住胎，那是她命薄。她但凡还是个人，懂点尊卑，就绝不该把这事儿记恨到你头上。母亲知道的，我说的不是林姨娘，我不信
赵世斋和许西瑶在您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这么多年，您会一点端倪都看不出来？您不过是不想做那个拆散鸳鸯的恶人，又舍不得我这个国公府出身的儿媳，才装聋作哑，替他们遮掩到了今天。阿武，世斋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你要信母亲，你是世斋明媒正娶的正妻，不管是那个林姨娘，还是许香瑶，他们谁也无法与你相提并论。哦，阿武，你就当是为了腹中的孩子，原谅他这一次吧。这不过是男人年轻时都会有的一段风流一世罢了。等这阵风过去，他自然会明白谁才是最要紧的。风流韵事，母亲，您这话说得轻巧。这一场运势在前世可是要了我的命。母亲，您方才说的那些原谅与否的话，我现在真的没有心力去想。我如今这身子，只想平平安安度过孕期，把我的孩子生下来。不管大人之间如何，这个孩子，他流着世哀的血脉，也流着我的血脉。我知道世斋不爱我，但他既然是孩子的父亲，他肯定会爱我们的孩子。阿武到底是国公府教出来的，虽受了委屈，到底没想过要把事情闹大。是啦，是这个理儿。阿武，你这样想就对了。世斋以前是年轻，没定性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他正经做了爹，心思自然就收回来了，定会和你一心一意过日子的。明日回娘家，你就带世斋一起去，在那儿多住些日子。国公府清静，你也好好养养胎。谢母亲成全。姑娘，老夫人总算松口了。我那个娘家虽未必视我如珍如宝，但只要我怀着安南侯府唯一的嫡子回去，为了这份尊荣，他们定会倾尽全力护我周全。锦心，过了今晚，咱们主仆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锦心，去把谢三叫来，避开人眼。见过大小姐。前院刚才审死了一个丫鬟，叫秋月。侯爷说是触柱自杀，尸体这会儿估计还没处理。你现在就去盯着，看他们把尸体丢到哪个乱葬岗。记住，盯着点，别让野狗啃了。小姐的意思是要留全尸？等安顿好了，你想个法子，把红兰院那位林姨娘引过去，让她亲眼瞧瞧那尸体心口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剑伤。剑伤？侯爷不是说……我跟前院洒扫的婆婆打听过了，她亲眼瞧见赵世斋丢了一块沾血的破布。若是撞头，何须用布擦拭剑刃？那是灭口。明白了，奴才这就去办。锦心，找那两个最会传闲话的，去那儿守着。夫人，要奴婢教他们怎么说吗？侯爷当初压根儿没想纳林曼柔，他心尖上的人是表小姐，只因担心我这个国公府嫡女不同意，才故意抬了林曼柔出来当幌子，试探我的态度。谁知我竟贤良的答应了，这才让林曼柔捡了表小姐的漏。奴婢明白了，这就让他们去。许香瑶打着为我出头的旗号，跟林曼柔闹得不可开交，而我表现的越是大度接纳，林曼柔心里的疑心病就会越重。夫人，话都传进去了，林姨娘身边的丫鬟听得真切，想必一会儿就能传到她耳朵里。她那个孩子没了，赵世哀到现在只去过横兰婉一次，还是为了告诉她秋月已经触柱身亡。等她明白自己从头到尾只是一块垫脚石，连肚子里的孩子在赵世斋眼里都屁都不是的时候，就是我收网的时候。啧啧，捡了表小姐的漏，还真以为自己得宠呢，真可怜。侯爷心里只有表小姐，纳兰氏不过是投石问路，试探夫人的底线罢了。林曼柔被捧得太高了，当她亲眼看到秋月的尸体，亲耳听到那些流言，她便会明白，她引以为傲的宠爱不过是场笑话，而她那死去的孩子在赵世安心里屁都不是。小姐，不出您所料，林姨娘从乱葬岗回来后，眼睛都哭肿了，
却半点没去找侯爷闹。哦，他做了什么？他悄悄出了府，先去了珍宝斋买了一把极锋利的短匕首，随后又绕路去了西城黑市，买了一包见血封喉的毒药。匕首，毒药，看来他已经明白自己是块垫脚石了。咬吧，斗吧，林曼柔，我倒要看看这一世你这条疯狗能狠到什么程度。豺狼与恶狗拼命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。姑娘，总算到家了。爹娘，女儿这几日身子重，容易乏，想先回房歇息片刻。快去吧，阿武，让丫鬟扶稳了。岳父大人，小婿陪您杀上一盘棋。也好。侯爷，夫人，快回府！侯爷，府里出大事了，老夫人急火攻心，请二位立刻回府。李嬷嬷，我让你去请侯爷，你怎么连阿武也带回来了？他肚子里还怀着骨肉，要是被吓出个好歹，你这条命担得起责任吗？老奴知错，老奴该死！来人，送夫人回公府去，现在就走。母亲，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，断没有再走的道理。府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身为侯府主母，必须跟上去看看。就在里头。不准去！阿武，你怀着孕，千万别进去，别吓着了。你只需知道，襄瑶她死了。侯爷，你瞧啊，我为我们的孩子报仇了！就是这个女人，是这个毒妇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现在她死了，我的孩子大仇得报，你不该夸夸我吗？你这个疯子，毒妇！他到底做了什么，能让赵世斋吓成这样？侯爷，您告诉我，现在这个碍事的女人死了，您最爱的是我，对不对？您只爱我，对不对？林曼柔，你真的疯了。上一世我被关进庄子里的时候，也曾这样幻想过。我夜里做赵世斋来向我求和的梦，白日看到赵世斋来杀我的幻觉。一开始我盼着睡觉，这样就能看到爱我的赵世娇，可渐渐的我不愿睡觉了。我觉得盼着睡觉的自己恶心透了。他设计让我堂堂国公府嫡女沦落到这个下场，我却盼着他爱我，这不可笑吗？看透了赵世斋的虚伪，想明白了这一切，我突然觉得折磨我许久的疯病在那一瞬间彻底好了。瞧见没，他刚才对着墙笑了半天，现在又一动不动，这怕是病入膏肓了。越不闹腾，这病得越邪乎。可周围看守我的婆子却说我越来越疯了。林曼柔，你才是真的疯了。你杀了许襄瑶，竟然还希望那个失去了一生之人的赵世斋能回过头来爱你。阿武，气疯了，咱们回去吧，这里就交给世斋吧。母亲，咱们回去歇息。夫人，天大的事！京兆尹一大早就派人来了，刚从咱们侯府拖走了2具女尸。奴婢听前院的人说，侯爷亲自回的话，侯爷告诉官派，林姨娘和表小姐似有积怨。没错，侯爷说林姨娘流产后疯了，怀疑是表小姐害了她的孩子，于是趁着侯爷陪主母回娘家，老夫人礼佛的空当，先给表小姐下了毒，又用匕首虐尸。侯爷还说林姨娘事后清醒过来，自知罪孽深重，就在房里自杀谢罪了。可是夫人，昨天咱们回府的时候，林姨娘分明还活着呀，奴婢听那动静，她哪里像是个要寻死的样子？林曼柔那性子，哪怕是全天下的人都死光了，她也绝不舍得自己去死。那她怎么会？
府里死了这么多人，京兆尹肯定要查。林曼柔只要活着，官府一审，他就会把许香瑶下药、赵世寨宠妾灭妻的丑事全都抖落出来。所以，赵世寨必须让他自杀谢罪。人死了，他才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夫人，侯爷现在正跪在院子里呢。随我去给婆母请安。夫人，您可算来了。老夫人这是救急犯了，昨儿个夜里就疼得没睡稳。阿雾，母亲，您且宽心，仔细身子。谁能想到林姨娘那个疯子竟能做出那样惨绝人寰的事情？还好阿武你昨日回了国公府，这才没损伤到你分毫。经历这一遭，世斋那孩子该是彻底怕了那些狐妹子了。阿武，等这阵子过去了，你们夫妻也能好好过日子了。这就是做母亲的，错永远是别人的。狐妹子是毒蛇，可她那好儿子，就算杀了人害了命，宠妾灭妻，到头来也只要得儿媳一句原谅，就能翻篇了。母亲，让夫君回去歇着吧。眼下已入了冬，外面还落着雪，他这些日子为了府里的事也没合过眼，再跪下去，身子只怕要吃不消了。不行，那是他自己做错了事，让他跪着，长长记性。母亲，药趁热喝了，您先闭目养神一会儿，万事有阿文在，您宽心歇着。守好母亲，我去院里瞧瞧。瞧瞧，这副皮囊长得真好，若不是重活一世，谁能想到这挺拔的脊梁下藏着的是怎样一副烂透了的五脏六腑？盛京城里那些夸他才华横溢、品行端正的人，怕是全瞎了眼。夫君，我刚才一直在屋里替您母亲求情，可母亲这次实在是气坏了，怎么也不肯松口让你起来。我也没别的法子，只能偷偷给你送个手炉来，好歹能添点暖和气。阿武，发生了那样的事，你不生我的气。夫君，昨日横兰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曼柔她究竟……别说了，阿武，求求你别再提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他彻底翻篇好不好？别再提那个疯子，也别再提那件事了。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伪君子怕成这副德行。没想到闹到这种地步，最后愿意陪在我身边替我遮风挡雨的，竟然还是阿武。阿武，外面太冷了，你还怀着身孕，可千万不能受了冻。听话，快回竹明院烤火去，我一个人受罚就好。夫人，您是没瞧见姑爷刚才看您的眼神？奴婢在旁边瞧着，姑爷那话句字句句都是诚心的。他肯定是见识了那两个女人的蛇蝎心肠，终于知道夫人您的好了。瞧着那样，姑爷是真的后悔了，往后定会一心一意待您的。夫人，您熬了这么久，这回总算是苦尽甘来，熬出头了。如果我没有在那座庄子里被关了整整30年，听到方才那番话，我大约也会像锦心一样觉得苦尽甘来。可现在的我，只要一想到那个人的所谓悔悟，只觉得满心恶心，连隔夜饭都要吐出来。夫人，林姨娘和表小姐如今都命丧黄泉了，连那个孽种也没留下来。这往后，姑爷就算再爱上别的女人，那份情分也断然越不过夫人您去。等您肚子里的这位小祖宗往后成了绝，您便是府里尊贵的老封君。到了那时候，您可就万般皆好了，再也没人能为难你。万般皆好。赵世斋如今年纪轻轻，身体康健，若不出意外，他大约还能活个几十年。几十年？难道我重活一世，还得守着这个恶心的男人，再熬上几十年？锦心，去把宝架，把那盒杜公和那一坛上好的阿胶酒取下来。夫人，您这是要……去厨房。小姐，这是林姨娘在黑市买的那包毒药，奴才截了一半下来。我既然已经重活了一世，为什么要活得这么憋屈？我凭什么还要忍他许久？
见过夫人，这点小事儿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？侯爷在院里受了冻，我心里不踏实。你去，先用这些肚中煮水，3碗水慢火煎成1碗，等汁水浓了，便倒入这坛阿胶酒中，在炉火上温着。老奴省得了。另外，再配几个驱寒的下酒小菜。侯爷忙碌了一夜，等他过来，正好能吃上一口热乎的。夫人真是体贴入微，这肚中温热散寒，配上阿胶酒，最是滋补。老奴这就忙活起来。夫人，你能想通了，对姑爷好，奴婢本该替您高兴的。既然我想通了，你为何还皱着眉头？难道你不高兴吗？奴婢应该是高兴的，可看着夫人这样委屈自己去讨好那个伤透您心的人，奴婢心里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些替夫人难过。她是个好姑娘，她没有上一世的记忆，不知道我曾受过什么样的碎骨之痛，所以她才会本能的替我感到委屈。没事的，走吧，我们去慈安院。别管我了，阿武，这雪大寒气中，回头你若是着凉了，我的罪过可就大了。从前他用这种语气同许香宜调戏，后来又用御己气骗黎曼柔，如今这套虚伪的体贴终于轮到我。你再坚持一下，我现在就进屋去同母亲求情。分明心疼的要命，却还要在我面前做戏，无非是想逼我主动开口求情，好让我不再计较赵世斋做的那些烂事。母亲，世斋已经跪了这么久，再跪下去身子肯定要生病了。阿武心疼他，求母亲宽恕他吧。那个逆子做了那么多荒唐事，哪值得你这般替他求情？李嬷嬷，快去跟侯爷说，既然他夫人帮他求了情，就不必跪了，让他赶紧滚起来。侯爷，老夫人发话了，请您起身吧。夫君，快回去换身干爽衣裳。我刚才特意吩咐了厨房，让他们给你煮了温热散寒的肚中酒，还做了几道你最爱吃的驱寒菜。你忙碌了好几日，又受了冻，待会儿好好吃一顿，然后回房暖和的睡上一觉，知道了吗？夫君快去吧，母亲这边有我陪着照看，你莫要央心。阿武，你真好，这天底下你是对我最好的女人。傻阿武，你夫君我一个大男人，身子哪有那么不禁动？你还说呢，为了给你暖身子，那肚中我特意选了极高年份的阿胶酒，也是压箱底的精品。若不是怕你受了风寒落下病根，我可不舍得拿这些去厨房煮酒。阿武，你对我的这些心意我都明白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母亲，儿子知错了，儿子这就回去换衣，不叫母亲和阿武担心。你看，男人就像小孩，犯错没关系，只要他肯回头，以后改过就好了。阿武，你这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，福气啊都在后头呢。阿武，你今日的表现，母亲很是欣慰。这是当年我婆母传给我的，一直压在箱底。你这样的贤良淑德，配得上这套东西。往后这个家就靠你了。昨日李嬷嬷传话急，亲家母忧心你，几次派人来询问出什么事了。我派人去国公府解释过了，如今一切安定了。你若是想亲家母，我让世燕陪你回国公府再住几日吧。我去护国寺请法师来家里做一做法事，去一去晦气。好啊，这几日的事情，我亦会在爹娘面前遮掩，不让爹娘生淑君的气的。哎，好孩子，难为你这般懂事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不好了！侯爷吐血了！夫君怎么了？快带我去瞧瞧夫君！来人！侯爷刚吃完肚中酒歇下，吩咐了不许打扰。咱们走远些伺候，免得走动发出声响，惊扰了侯爷休息。是急，快些走吧。
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侯爷吐血了！我儿啊！是谁毒害了你？天塌了！我的儿啊！赵世哀，你终究是死在了我的前头，我终于不用在这安南侯府陪你这个恶心的人再熬上几十年了。公公年轻时落入冰湖伤了身子，子嗣艰难，只得你这一个独苗。如今你死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安安侯府唯一的希望，唯一的继承人。从今往后，这府里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我，这安南侯府真正成了我的家。夫人伤心过度晕过去了，快来人啊！扶夫人回。说，拿去厨房的杜仲和那坛阿胶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是谁要害我儿？老夫人明鉴，那酒和药确实是锦心姑娘亲自送来厨房的，奴婢只是奉命煎煮，借奴婢100个胆子，奴婢也不敢在酒里下毒啊！锦心，你家夫人待世斋一片真心，你这个贴身丫鬟为何要在酒里投毒害死我儿？老夫人冤枉啊！奴婢万万不敢加害侯爷。那毒粥和阿胶酒，那是表小姐先前送来咱们院子里的补品。夫人心疼表小姐的一番心意，一直当宝贝似的珍藏在八宝架上，平日里连碰都舍不得碰一下。若非今日瞧见侯爷在院里受了冻，夫人心疼坏了，也绝舍不得拿出来给侯爷煮酒暖身啊！老夫人，谁能想到，表小姐送来的东西里竟然会有毒啊！世斋乃当朝侯爷，不明不白中毒身亡，圣上龙颜大怒，特派京畿都尉亲审此案。回禀侯爷、都尉，酒中有毒。酒是贵府表小姐许香瑶借着年节的名义送入竹明院的，而这酒中的毒和前2日毒死表小姐许香瑶的竟是同一种剧毒。同一包毒药，先杀了许香妍，又杀了赵世斋。林曼柔啊，林曼柔，你这把短匕首虽然杀的人，但这包毒药杀的可全都是你恨的人。不可能！香瑶自幼与世斋一同长大，曼柔更是他心尖上的人。他们2个那么爱世斋，怎么可能联手毒杀亲夫？他们没这个胆子，也没这个心思。老侯爷，老夫人，依本都尉看，凶手要毒杀的，恐怕原本并不是小侯爷，而是贵府的谢夫人。谢夫人是正妻，不仅出身国公府，且怀有身孕，地位稳固。那2位妾室与表小姐嫉恨之下，动了除掉主母的心思，动机一目了然。所以，我儿是替阿婉受了罪。若不是他把这酒拿出来，我儿怎么会死？他是替阿婉受过呀！老夫人，您糊涂了吗？若不是小侯爷自己宠妾灭妻，平日里纵容这2个女人争风吃醋，闹得后宅失火，他们哪里来的这种胆子？又怎么敢生出对堂堂正主主母下毒的心思？我儿命苦啊！若不是谢武把那坛毒酒拿出来，诗涵正当壮年，怎么会突然丢了性命？是他媳妇儿送了命给他的。江苏，你现在因为背痛胡言乱语也就罢了，等阿武醒过来，你若是敢在他面前说半句这种颠话，我定不饶你。你说我说颠话，证据就在那儿，那酒是他亲手拿出来的。若不是他，世斋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江苏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你别忘了，阿武肚子里怀着的是世斋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孩子，那是我们安南侯府唯一的香火。当初这桩婚事，本就是世斋德行有亏，对不起他在先。她是国姑府的嫡女，身份金贵，不是任由你在这儿搓扁柔圆、立规矩撒气的下贱丫鬟。你应该感到庆幸。庆幸阿武昨日没有陪着世斋一起喝那坛酒，否则若是国公府的嫡女死在我们府里，国公府的怒火不是你我2人可以随意敷衍过去的。早知今日，当初我就不该念着那点旧情把香瑶接回府里来呀！是我害了世斋，是我害了他呀！老侯爷，案情已明，证据确凿，本都尉这就回宫复命，将结果呈禀圣上。各位，请节哀吧。阿武，你可算醒了，听母亲的话，千万不要伤心过度。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
你要是有个好歹，是非在泉下也不会心安的。母亲，夫君真的是世斋走了，阿娲你要坚强，往后这侯府还得靠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撑着。从这一刻起，我成了这盛江城命妇中最年轻的寡妇。信心，去跟老夫人说，我伤心过度动了胎气，大夫叮嘱要静养。这段时间除了请安，我便留在竹明院安胎，不出门了。是，奴婢明白。赵世斋，你死了，我的日子才真正快活了。夫人，外头这会儿闹腾得厉害，老夫人发了话，说您肚里的这位已经4个月了，是咱们侯府的命根子。谁要是敢拿丧事琐碎来劳动您，直接打断腿撵出去。那便让他们闹去。夫人，您是没听见外头的传言，如今盛京城里都传遍了，说姑爷不敬嫡妻，宠妾灭妻，还跟自家表妹搅和在一起。大家都说那是小妾和表妹争风吃醋，才一下子干掉了3条命，这是老天爷降下的报应。报应？是啊，他们还说国公府的嫡女谢武是个实打实的贤良人，可惜命苦没嫁对人，好在老天开眼留了命，虽说成了寡妇，但守着遗父子，日子也算有个盼头。贤良，在这盛京城，唯有贤良2字最是杀人不见血。李嬷嬷，你说我是不是报应？我那儿子的名声全烂在了那2个贱人手里。老夫人，您保重身子，侯爷已经走了，咱们得往前看。等办完世斋的丧事，就把侯府交给阿武打理吧。我这张老脸是没颜面再跟盛京那些夫人太太们走动了。既然婆母想歇着，我这个做儿媳的自然要尽心接管这侯府。去把谢三叫来，原本那几个重要的管事位置也是时候换上咱们的人了。记住，要光明正大的换。自安南侯嫡妻谢氏，贤良淑德，秉性端敏，遭逢变故不失其节，予诸多赏赐，赐封安南郡主，品级等同从一品，钦此。臣父谢我，谢主隆恩，安南郡主，品级高过婆母，除了宫里和亲王妃，这盛京城我已登顶。娘的阿武受了这许多委屈，你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也不早点给娘家传信？女儿怕爹娘担忧。我和你爹得知那赵世斋的所作所为，立刻让你哥哥进宫跪在圣上面前哭诉。幸好那个负责审查案子的陈都尉也帮着你说话，如实奏报了赵世斋宠妾灭妻的丑事，才有了这封撑腰的诏书。以后有这封诏书在，有国公府在，你在安南侯府横着走，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。母亲放心，女儿知道该怎么走接下来的路。我是一名寡妇，但我从此以后是盛京城中最尊贵的寡妇。我不记得赵世斋的生辰是5月初8还是5月初9了，所以我每次都写的5月初7。这些年我的日子过得很轻松快活，只有每年提笔写他生辰8字这一天，我才想得起来我对他的恨。20年后，我的儿子籍贯，我的公公和父亲一起为他上书，圣上恩准，我的儿子成了安南侯府新的小侯爷。往后这祭祀写生辰之字的差事便交给你了。是，母亲。阿武啊，你问问负责供奉的下人，是不是对你阳奉阴违？否则这么多年我在阴间怎么什么都没收到啊？好啊，我回头帮你问问。我就知道阿武对我最好了。梦醒之后第2天，又是赵世斋的忌日。祖母，父亲让我写的祖宗的生辰8字，您看看孙儿没写错吧？没错，写得很好。